大家好啊，我是杰尼。上一期咱们游过了西湖，提到了那个古老的白蛇和年轻小伙的爱情故事。有很多粉丝啊，对这个故事里面的雷峰塔都非常感兴趣。那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说雷峰塔。雷峰塔呢，原来的名字叫环飞塔，也叫西光庄塔。它就站在西湖的南边，远远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红色的塔身一层层的往上收，顶上还有个金色的尖儿，在太阳下亮闪闪的，特别的显眼。现在咱们看到的雷峰塔其实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雷峰塔了，以前的旧塔因为年代太久，慢慢的坏掉了，所以人们就把它拆除了。但是呢，大家都记得白蛇的爱情故事，也舍不得这座塔，所以又按老样子建了新的雷峰塔，还加了电梯呢。这样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轻松的爬上去。来雷峰塔的游客非常的多，我们赶紧去排队坐电梯吧。这里呢是雷峰塔的2楼，大家看到墙上的画了吗？这些奇特的画是木雕画。那大家知道木雕画的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吗？其实啊，木雕画是工人们找一块硬木头，用小刀一点点刻，把人物啊、房子啊、风景啊这些都在木头上刻得清清楚楚。大家看这些木雕画，连人物衣服的花纹、湖边的柳树都可以看清。摸一摸木头，还能感到细细的纹理，特别的神奇。这样类似的木雕，我们在敦煌的沙洲夜市是不是也见过呢？不过不同的是啊，敦煌的木雕画是刻的单独的人物、佛像，而这里的木雕画呢，刻的是连环画。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是连环画。它呀，就是一种可以由很多连续的图画组成的故事的作品，每一个图画都讲了一个小故事。这样子的连环画最受小朋友的欢迎，也做成了很多故事书给小朋友们看。你看，雷峰塔的木雕画就刻上了白蛇姑娘和小伙子许仙的爱情故事，我们可以一块一块的看过去。看完我们也就知道所有的故事了。你们看这一幅，画着白蛇姑娘撑着伞和小伙在断桥相遇，还有这一幅是白蛇被压在旧塔下的样子，而这一幅是人们拆旧塔救白蛇的场景。这样子我们不用听复杂的讲解，光看这些木雕画就可以懂整个故事，是不是特别的棒呢？再往上走，楼层越高，看到的西湖风景就越全。你看，这里低头可以看见湖里的小岛，像洒在水上的绿色棋子；抬头呢，能看见远处的山，还有湖边的房子。整个西湖的美景都装在眼里，特别的震撼。要是走累了，还可以在这边的休息区坐一坐，回想刚才看的木雕画，慢慢回味白蛇的故事。傍晚的时候，雷峰塔更漂亮，夕阳照在塔的身上，塔身呢会变成暖黄色，旁边的云彩也红红的。好多人都在湖边用照相机和手机拍下这样的景色，人们也给这样美丽的景色取名为雷峰夕照，是西湖特别有名的意境。大家来了西湖，可一定要来雷峰塔看看，既能看木雕画，听白蛇的故事，又可以登塔赏西湖全景，最后还可以等一场雷峰夕照，这样的体验绝对不亏。